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主要会从零开始介绍 ChatGPT 的所有的功能以及使用界面，提供给刚开始想要入门 AI 但是不太知道怎么进行的人来看。当然，如果你是已经使用 AI 一段时间的人，或许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哪些功能你也漏掉了呢？往下我们就一一的来介绍吧。Go！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影片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嗨，大家好，我是阿汤。之前呢，我们就分享过很多 AI 的相关教学。不过呢，就有长辈跟我说啊，其实他们对 AI 的使用上不太了解。那我即便直接介绍那些工具或是功能，但是他们连最基本的使用都不太知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针对 ChatGPT 呢，从零开始介绍，从注册、使用界面或是目前有哪些功能，都会做一些基本的介绍来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如果身边有还没开始使用 AI 的人的话，或许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可以帮助他们更好上手哦。好，首先呢 ，ChatGPT 呢可以匿名的使用，而且不需要登录注册就可以使用一些基本的功能。好，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使用的功能呢，像是图片分析。我们只要将图片上传之后，然后告诉它分析图片，往下呢这边就会针对图片的相关内容，然后分析告诉你。第二个呢是网络搜寻功能，现在呢连不需要注册登录都可以直接使用。你只要下面呢把搜寻这个功能点选起来，然后比如说输入最近的地震资讯，往下你看这边就会搜寻到最新一次的地震相关资讯，像这个是昨天晚上的。再来第三个功能呢，点选这个学习之后，你可以告诉他你想要学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说我想要学习三角函数，然后我们把它送出。这边往下呢，就会引导式的告诉你要怎么去学习三角函数，然后会用引导的方式带你一步一步的去学习。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最基本的文字问答，其实在匿名的模式下呢，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原则上呢，在不注册登录的情况下呢 ，ChatGPT 其实就有这4个功能可以直接使用。其实已经满足了蛮多人使用 AI 的功能的部分了。但如果你想要生成图片啊、生成影片、制作程式等等，那基本上呢，就是必须要注册登录才可以使用更多进阶的相关功能。好，在第二个部分呢，如果你想要注册 ChatGPT 呢，它一共有4种方式可以进行注册。第一个是使用 Google 账户，第二个使用 Microsoft， 第三个是用 Apple。第4个呢，使用电话，或者呢，你可以直接使用 email 注册，也可以，一共就有5种注册方式，你可以自己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注册。接下来，当你注册登录完成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使用界面。首先呢，右边这边呢是免费版的界面，左边呢这个是付费版的界面。好，免费版的界面呢跟付费版的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会有一些差异，甚至呢文字的描述也是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呢，像左边呢这边是选单。这边有一个可以点击，然后我们可以收折这个选单。那如果是付费版呢，这边也是一样，可以点击，然后收折这个选单。同样呢，这边点击新的聊天之后，这边就可以输入聊天的内容。再往下呢，如果你有透过 ChatGPT 产生任何图片的话，你点击这个图库都可以找到你所有产生过的图片。然后再往下呢，这边会有一个聊天的记录，你所有聊天过的视窗都会在这边条列式的列出来。那这边呢，如果你想要比较好去辨识你的聊天记录是哪一个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点击这个点点点，自己重新修改这个名称，就可以透过这些名称呢，更好去辨识了你哪些聊天记录是用来做什么内容的。那如果呢，你想要把你这一则聊天记录的内容呢，直接分享给别人的话，你也可以点击点点点之后，然后按分享，这边呢就可以去建立一个公开的连结，然后分享给别人去查看你这个聊天记录的内容。另外呢，聊天记录呢，你也可以直接封存或是删除。那这个封存的部分呢，我们后面在介绍设定界面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讲这个封存在哪里，还可以找出来。再来右边的界面呢，每次点击新聊天就会回到新的聊天视窗来。那上方这边呢，可以去选择我们想要使用的模型。如果是免费的话，目前是无法选择，它就只有一个这样子。那如果是付费版本的话呢，往下这边呢有很多模型可以选择之外，也有旧版的模型可以去做选择。那每个模型的擅长的能力也都有所不同。那在预设的情况下呢，你所有的聊天的内容呢 ，ChatGPT 呢都会储存下来，并且作为训练模型使用。那如果呢你想要开启一个聊天是不要被记忆下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个开启临时交谈。
在这个临时交谈的内容里面呢，它就不会记录在你的聊天记录里面，也不会用来训练模型。在这个状态下呢，记忆功能预设也会是关闭的。所以呢，如果你有哪些聊天内容呢是不想要被用来训练模型或是记录下来的话，你可以点击那个开启临时聊天之后，然后在这个模式下来进行聊天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恢复的话呢，一样再点击一下就会恢复到原本的一般的模式聊天。好，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些 ChatGPT 的一些基本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文字聊天，你只要在右边的这边聊天视窗输入你想要问 AI 的问题之后，然后把它送出，这边呢就会直接回答你。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去复制内容，或者是用朗读的方式，甚至呢是直接把这个聊天内容呢分享给别人。再来第二个功能，也是大家目前使用 AI 很常用到的功能，就是图片生成。我们只要给它图片生成的相关指令之后送出，它就开始产生图片。这张图片呢就生成完成了。那不论是文字内容，或者是你想要生成图片，这边我都会建议大家给 AI 的指令呢越详细越好。那如果越详细呢，它可以产出的这个细节会越符合你想要的内容。好，再来其他聊天功能部分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像免费的部分，这边点击加之后有这些功能。那如果是付费的部分呢，点击加之后有这些功能。主要差异的部分呢，第一个呢是付费模式下呢多了一个代理程式模式，那其他部分呢是跟其他第三方工具的连线呢，付费的版本呢也可以连接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像深入研究的次数，免费的次数1个月比较少。那如果是付费版本的次数呢，深入研究的次数就会比较多一点。好，至于这些功能有什么差异呢？像学习与研究或是代理程式模式，这个在我往前的影片里面其实都有介绍到。大家如果比较不太知道的话，可以往前来翻一下我之前影片教学，就比较知道说这个学习与研究以及代理程式模式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呢，跟一般的问答呢又有什么不一样？再来我要介绍的呢是 GPT 功能。GPT 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 ChatGPT 的外挂的功能的概念。你可以呢在这里建立自己的 GPT 功能，或者是呢可以使用这些预设已经有第三方的工具，或者是由 ChatGPT 自己生成的这些工具，然后来直接做使用。这里面工具有非常非常的多，这部分呢如果要详细介绍，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但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GPT 功能呢，如果你点击自己建立的话，在右上角这边呢，你可以按建立。不过呢，这个如果要自己建立 GPT 功能的话，目前是只有付费版本才可以做使用。这边呢，我用付费版本呢，点击建立给大家看一下，界面长这样子。其实呢，这边就是命名你的名称，然后说明一下 GPT 的简短的说明。再来这边就是你要给 AI 的指令，就是这个 GPT 的功能要做些什么。设定完之后，你就可以按建立，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 GPT。其实呢，这个功能呢有点像是你可以节省掉你每次要用反复同样的指令来做这些事情，只要开启这个 GPT 功能，然后输入你要的内容，就可以帮你直接产出结果，不需要呢每次重复的去下同样的指令。那若是往下第三方的这些 GPT 的工具呢，其实他们结合的内容呢又更多了一些，这部分呢大家也可以去网络搜寻一下有哪些使用的 GPT 功能。再来是排程这个功能，排程呢是只有付费方案可以做使用，免费方案的话没办法使用。那如果你是付费方案的话呢，你可以在聊天视窗这里呢直接跟他讲说你每天几点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呢你可以排成每周1、3、5、2、4、6或者礼拜天，甚至是每个月的几号都可以。你只要告诉他清楚了时辰之后，后面再加上你想要做的事情之后送出，这边呢就帮你完成排程了。那之后呢，这个聊天视窗记得不要删掉，因为你这个排程呢就会在这个聊天视窗里面一直往下，然后每天早上8点会送出这个内容给你。那如果你想要管理这个排程呢，我们一样会在后面的设定介绍里面，然后跟大家分享。再来是影片生成的功能，影片生成的功能呢，目前也是只有付费版可以使用。在左侧这边选单的就可以看到 Sora 这个文字。或者是呢，如果你找不到 Sora 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输入网址 sora.chatgpt.com 就可以进到这个影片生成的功能来。目前 Plus 方案的话呢，解析度最高就是 720p， 那它生成的时间是5秒。那如果你是选择 480p 的话呢，最长可以生成10秒钟的影片。那使用方式呢，就跟图片一样，你只要文字描述告诉他你想要生成什么样的影片，它就会直接按照你的文字描述呢来直接生成这些影片。比如像这是我之前生成过的影片，品质跟细节的部分呢，虽然我觉得没有像 Google Veo 3那么的强大，不过呢 Sora 呢还是有基本的影片生成能力的。再来要讲的是在 ChatGPT 里面呢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叫做专案这个功能。
专案这个功能呢，一样是付费版本才会有的。那如果是免费版本呢，就只能这样聊天记录一直往下。那付费版本里面呢，左边这边多了一个新增专案这个功能。专案这个功能呢，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你点击新增专案之后，你可以命名一个专案名称，然后建立起来。这个呢，就有点像是建立一个资料夹之后，你可以把你想要的对话记录分类好。那按照每个分类呢，给它不同的指令。比如说像我在这个专案里面，我可以给它既有的基本指令给它，或者是呢给它一些参考的档案。那你在这个专案里面的所有的聊天呢，都可以直接去参考你提供的档案。或者是呢，使用既定的一些指令，然后来作为使用啊。这边呢，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专案到底有多好用。比如说像我这个专案，那我给它的指令，你看，当我上传 TXT 档案的时候，分析内容后，只帮我产生以下内容，然后会按照这些内容来帮我生成。好，那这个呢，其实是我用来生成我的影片的资讯栏内容使用的。比如说像这样子，我上传一个文字档给它之后，我这边呢就不需要再描述任何的内容，像以往的话，如果是一般聊天，我必须要告诉他呢，你要帮我分析之后产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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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出来。但是呢，如果你用专案来做，放一个指令在这里的话，直接送出这个档案，它就会帮我分析完之后，按照我提供的指令来帮我制作出内容。当然，这个功能呢也类似于 GPT 啊，但是呢你要使用 GPT 一样是要付费版本才能使用，所以同样的你要付费才可以享有这么方便的功能。那你看我刚刚不需要给它任何指令，它直接按照我已经预设好的内容，然后开始产生出我想要的东西来。这个呢就是专案的功能，或者是你设定在 GPT 里面生成一个自己的 GPT 功能，也是可以这样使用的。但是专案管理呢比较方便，你把所有的对话记录呢一一的去做分类，这个我觉得是跟 GPT 最大的差异。好，下一个呢同样是付费的功能，如果呢你的是付费账号的话，在左边这边呢会多看到一个 Codex 这个功能，这个就是用来写程式用的。如果呢你在左侧没有看到这个 Codex 的话，你就直接在 ChatGPT.com然后斜线之后输入 CODEX 就可以到这个界面来。那这个是付费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我就不多去详细介绍。如果呢你想要试试看用 AI 写程式的话，可以在 Codex 这边直接输入了你想要制作的程式，用很白话文的方式告诉他就可以了。基本上呢，现在用 AI 来写程式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还是必须提醒大家一下 ，AI 写程式呢，现在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简单的东西想要透过 AI 来制作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想要用 AI 来打造系统的话，基本上你必须要很了解整个系统架构之后，透过 AI 来辅助制作的话，我觉得一样是没有问题的。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是 ChatGPT 的语音功能。这个语音功能是让我们可以及时的跟 AI 用对话的方式来聊天。那这个功能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用在练习语言之外，比如说像你自己开车如果无聊，想要有个人可以聊天的话，你也可以用语音模式来跟 AI 聊天。那在免费版本里面呢，这个语音模式呢有分为进阶的语音跟一般的语音。以免费账户来说的话呢，每天有15分钟的额度可以使用。之后呢，有可能会再开放更长了，因为早期呢刚开始开放免费账户的时候，这个语音模式每天只有5分钟而已。那目前呢，每天可以使用15分钟左右。如果是进阶语音模式下呢，这个会呈现蓝色的，那你会听到这 AI 回答你的速度比较快，讲话的语调也比较自然一点。当你额度用完之后呢，这个会变成灰色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它讲话就会比较机器一点，回应也会比较慢一点。那以 Plus 方案来说的话呢，启用这个语音模式呢，目前每天呢大约是1个小时左右的额度可以使用。那如果你是使用更高的方案的话呢，目前是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免费版跟付费版的设定界面差异，其实大同小异，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不一样。首先呢，在一般的设定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显示其他的模型。如果是付费方案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在左上角这边呢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但如果是免费方案的话，你就不用选择了，就是只有一种模型可以使用。通知的部分呢，两边都是一样的。再来我们看一下个人化的部分。个人化的部分呢，在付费这边呢，多了一个参考录制历程记录。这边呢，会将之前的所有录音转录内容笔记呢，作为回复的参考使用。但是免费方案这边呢就没有，但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差异不会真的太大。不过呢，最上面这个制定指令功能呢，我觉得是蛮实用的。你可以把它点击之后，然后可以在这边编辑相关的基本资料，比如说你希望 ChatGPT 怎么去叫你啊，你的职业是什么？那 GPT 的性格呢应该要怎么样？除了预设之外，这边有愤世嫉俗啊、机器人啊、倾听者或是极客，有这几种可以去做预设选择。
再来 ChatGPT 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那这边你都可以设定给 AI。再往下呢，你可以把你一些喜好相关都把它设定在这个栏位里面，按照这些栏位全部设定好之后呢，你在跟 AI 对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 AI 在聊天的这个内容呢，会更符合你自己的喜好，以及呢更符合你想要的这个内容哦。然后不论是免费版或者是付费版，两边呢，只要你有把这个记忆的功能打开的话，它之后在回复的时候都会参考一下你之前问过的问题，或者是回答过的这个内容。再来第4个连接的应用程式的部分，两边也是有所不同的。免费版呢，目前只提供 Google Drive、OneDrive 可以做连接，但是如果是付费版的话，可以 GitHub、Gmail、Google 行事历、Google 云端硬碟，下面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连接可以做使用。所以呢，这个差异也蛮大的，但我觉得这个针对比较工作上，如果有比较深入使用的人，会比较实用一点。但如果只是一般使用的话，其实这个连接的部分呢，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再来第5个呢是排程功能，这边有没有提到？这个是只有付费版本才可以做使用，免费版本这边呢是无法做排程功能的。好，一样点击这个管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管理我们曾经排程过的内容。像我们刚刚设定的就在这里，每天早上8点，你可以在这里重新再编辑什么时候去提供给你。或者是呢，这个指令也可以重新去再做修改。如果要快速管理的话呢，在右边这边呢，可以暂时的暂停这个内容，或是直接把它删除掉。再来下一个设定呢，我觉得蛮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在意的一个点，就是资料控管。资料控管的部分呢，像是第一个，为所有人改善模型，这个部分呢，就是你的资料要不要用于训练模型使用。再来付费版本呢，这边多了一个远端浏览器的资料，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这个主要你看，这是使用代理程式模式的时候，这个远端的浏览器工作阶段的时候呢，可以储存你已经储存过的登录资料或者相关使用的资料的 cookie。这部分呢，如果你有很常使用代理程式模式，在做差不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开启会比较方便一点。在第3个共享连结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聊天记录，我们是可以建立一个公开连结给其他人，然后去浏览你的这个聊天内容。那公开过连结呢，你可以在这边按管理之后，就可以直接删除这个连结。这个删除呢，并不会删除你当初那一则对话记录，只是删除公开连结而已。好，再来呢是封存聊天记录的部分，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如果你对话记录是进入封存的话，就可以在这里按管理查看你所有封存的内容，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将你目前的所有聊天记录一次性的全部封存。或者是将目前所有聊天记录一次性的全部删除。再往下这边呢，你可以汇出你目前所有的聊天的资料。好，最后安全性跟账户这边呢，其实免费跟付费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啦。那如果是在账户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方案呢有包括了哪些功能。那如果呢，像我刚刚前面提到这些付费的功能，你觉得也蛮实用，或者是自己用得到的话，你就可以在账户这边呢直接点升级，然后这边就可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这个方案，再去付费做使用就可以了。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如果你真的要使用付费方案的话呢，就是循序渐进啊。那以免费或者是初次使用 AI 的人来说的话，免费方案呢，应该对于大概70%左右的人来说呢，就已经很够用了。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需求，或者想要做专案管理、写程式等等，我觉得如果要运用在工作上更强化效率的话，一个月付费20块美金应该是算蛮划算的啦。好，基本上呢，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ChatGPT 的人呢，看完上面的介绍，应该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入门 ChatGPT 这个 AI 的服务。那更多的进阶使用啊，或是功能的部分，都可以往前去找一下我之前的影片，都有在介绍到一些更实用或是工作上可以运用到的方式哦。看完今天的教学之后，赶快把这个教学影片分享给你身边还不太了解 AI 的朋友们，让他们呢可以更好去上手 ChatGPT 哦。如果喜欢今天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教学的话，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哦。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